我现在叫了一台车，要到巴德冈，路程大概24分钟，要差不多快900块尼泊尔卢比，啊，差不多是8块钱美金左右。那今天下午我要先去逛巴德冈，晚上要上去 Nagakot， 所以我有大半行李就寄在 Patam 的这家 hotel， 明天再过来拿，不然真的是背太重了。所以大家如果来尼泊尔在规划行程的时候，也可以思考一下，要不要把行李寄放在一间 hotel， 在外面晃个2天再回来拿。像我现在就只带一个22公升的背包，把1天的衣服放在里面就走了。Is it always traffic? Today is a weekend. If you use next day like Sunday, Monday, Tuesday, a lot of traffic. Okay, yeah. Next day. Today is Saturday. Saturday is It's not that bad, or yeah, okay, yeah. okay. So if it's even worse in the weekday. Yeah. Weekend is better than. It's better. Next Okay, day, cool. Yeah. This is jam. It's very far. This is a main road, right? So all the way from Patam. Today is no traffic. Okay. Yeah, This today is not traffic. no Okay, traffic. cool. Yeah, this is better. Yeah, I can see this motorcycle is so close. Motorcycle is so crazy. Yeah. If I'm the driver, I'm not sure if I can drive like on this road. Oh no. Whoa.哇，全部都摩托车，但是我不敢开哇，超近的。So is she trying to sell something to us? I don't understand. You don't? Our language is mixed language, not Nepali language. Okay. Yeah. Is I think Indian. Uh-huh. Indian woman. I So the language is very different think. Yeah, very different. between Nepali. Some same, some very different. Yeah. Okay. In India is a very big country. Indian and Nepali, but same. But she's talking is another language. Uh-huh. I guess she's just trying to get some money or trying to. Oh wow. Horses pan. Crazy, very crazy. It's even worse in India, you know. It's okay here. 我觉得还是不要跟司机大哥随便聊天好了，因为跟他聊天，他聊一半突然不讲话，因为交通非常混乱，我还是生命安全为重。其实坐在车子里面应该是蛮安全的，只是怕撞到别人，因为真的是太多摩托车哦。但是司机说今天已经算是没有这么多 traffic， 因为今天是 weekend。那如果是明天或者是明后天 weekday， 那这个路上会爆多车、爆多人，那明天就会知道到底真正的 weekday 会是长什么样子。哇，看这个路，哇，我刚以为狗要被碾过去了，我靠！哇，我们已经接近巴塔普尔的核心地带，路超级小。哇，他还用这个钢架去撑呢，不然它会倒下来，会垮下来。应该到底了，这边应该就要下车了，因为前面已经没有路。这边要买票进去。哦，下车了。好，这个写中文啊，巴德冈酸奶之王，这边有一堆人在吃。我来买一份这个巴德冈酸奶之王。好。然后在里面买。Yeah, one. Have a seat. How much? 60 rupees. 60. Yes.
chance. 好，我这买这个酸奶之王，下来吃吃看。哦，哇，这什么味道？它是冰的，哇，这好难形容啊！啊，我旁边有人移位置，我现在可以移个位置。好，大家看一下啊，长这样，巴德冈酸奶之王。好，哇，这个味道我好难形容哦。它有点像我们一般吃的酸奶，可是它又多了一种我讲不出来的味道，有点水果，凉凉冰冰的，然后表面上粗糙的一种质感。我还蛮喜欢的。其实我平常不太会买 yogurt 来吃，但是我还蛮喜欢的。这个一份60卢比而已，60卢比0.5美。大概0.5美，然后15块台币。哦，它是陶罐的，我现在才发现，它下面这是陶罐的，我刚以为是厚纸板，所以这可能要还它。陶罐酸奶，哦，嗑光了，去吃下一个，走。我听说这个是可以带走的，但是我没地方放，我就不拿了。听说这陶罐可以带走，丢着就走了。哇，这个 potato cheese、green mango、banana cheese。Interesting. Namaste. 我现在在巴德冈的杜巴广场外面，它有一排小吃摊。我刚才吃了那个酸奶，然后它隔壁有卖其他的传统食物。我点了一个 chicken momo， 就是他们的饺子，然后又点了一个炒面。我们等一下来吃吃看，用生命拍片好不好？你看他们的店算小归小，但里面有超多人，我觉得应该是不会落塞吧，有这么多人在吃。但是他们的胃应该是经过千锤百炼，我呢只是一个菜鸟。好，吃下去等一下就知道。哦，这个 momo 水饺来了。它是现煮的，所以应该蛮安全。但是呢，到时候要加这个酱，我觉得会中标的应该是这个酱。我现在吃没有加酱，然后一个辣的，一个不辣的，我很犹豫要不要加酱。好，那他们的 momo 跟我们的水饺，我觉得长得是一样的。好，水饺。有点烫。Channel? Give me a sec. I'm not sure if I can find it in English. No, I'm not able to find it. Sorry about that. Yeah, it's okay, because I put it in Chinese. 讲到一半，好。Very spicy. 我觉得完全不用加酱，因为它本身就是咖喱味，而且是辣辣的咖喱味，超级好吃的，超级好吃的。它里面是那种，好像我们传统面包店卖的那种咖喱饺，但是它的味道又比较重，比我们一般吃的咖喱饺还重，就是正宗的尼泊尔的味道。我不知道正宗尼泊尔的味道是什么，但对我来说是正宗印度味。刚才那个小鬼跟我要我的 YouTube channel， 但是我的 YouTube channel 是写中文的频道，还有中文的作者，所以他的手机是无法输入的。我应该要去查一下我的 YouTube channel 的那个 ID， 我等下再查，不然有路人如果要加我的，如果要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我是打不出来的，好不好？我等下查一下。好，那现在第二道菜，好像桌子真的超乱，这边实在很小。然后这是炒面。我点了一碗炒面，哇，看起来就很辣，我操！然后来补充一下微量元素啊。挑战我的肠胃极限，这家东西很好吃哎！
哇，这炒面也很好吃哎！我靠，这口味真的是超级台式，好像在吃台式炒面。就高丽菜哦，我知它有一些他们这边当地的香料，辣辣的。哦，这个2盘吃下去应该就饱了。哇，这个饺子真的是太赞了，辣咖喱饺。哇，吃到我流汗了。这炒面也很辣，越吃越辣。忘了讲，我刚点的时候完全没有看价格，因为我看不懂价格。他们这边不用阿拉伯数字，他们用的是尼泊尔数字，所以我刚才看不懂。我刚才上网查一下这个对照表，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炒面大概是90块，不是大概，应该就是90，那个字应该是90。然后刚才那个饺子有几个啊？好像10个左右吧，可能还不到，7个还8个，是70块，所以加起来是160，才1.5块美金。中餐就这样解决了。现煮的应该比较安全吧？如果我等下去刷赛的话，就是那个酱有问题，因为我炒面后来加了一点点红色的类似番茄酱的酱。好，希望那个酱是没问题的。好，走，我们去巴德冈。前面这边是巴德冈广场一个很著名的景点，叫做55花窗。它总共有55扇花窗。那这边这个花窗呢，它可能比较难看出来啊，要近看才看得到。那我们现在就近一点看它这个花窗的设计。那这个上面我看不到，只能看最下面了。那我们从外面远远看是看不到里面，但是因为它这个花窗的设计，它从里面看出来是可以透光，是可以看到底下的街道。哇，这边怎么热热的啊？我靠，我脚这边热热的，不知道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热热的。好，那这个就是它花窗的设计，几乎很多建筑物都有，就是用檀香木做的 sandalwood。这个雕刻真的是有够屌。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巴德冈皇宫的入口。那我身后这个门呢，它是巴德冈皇宫的黄金门，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进去就是皇宫，所以这门后面有带枪的警卫、带枪的军人。因为它是皇宫所在，那现在的尼泊尔已经是共和国，他们已经没有国王了，但是军人还是持续守护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巴德冈呢，这个皇宫里面现在还在修复，因为当年地震有很多地方都被毁坏了。在15到17世纪的时候，巴德冈是尼泊尔的首都，它在这个皇宫里面聚集了当时最优秀的工匠，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表壳非常非常的精细，好像很难拍，因为他们现在都在修复，有没有？用最古法的方式修复。那这边有一些泥巴，哦，他们现在在修复这个巴德冈广场。那里面那边就不能拍了，里面那边 no photo 那边就不能拍了，我就只能带大家看到这边。我身后这个水池呢，它是巴德冈王宫里面的皇家水池。它环绕这个水池，看这边，这是眼镜蛇。水池中间有只眼镜蛇，眼镜蛇在印度教里面有无上权威的神格。如果大家看到印度教湿婆神的神像，它的脖子上面就缠了一只眼镜蛇，那就是湿婆神。那另外一个主神比斯努，他也常常躺在千蛇之王沙瑟身上。那这只沙瑟也是一只眼镜蛇，所以在印度教里面，他们有崇拜眼镜蛇的一个习俗。好，那我们就走下去这个皇家水池看看。那这个水池的皇家水池，它是皇家沐浴的地方，水池底端有这个出水口，它是皇家水池的莲蓬头做的非常 fancy。这是一只公羊，公羊被一只鳄鱼叼着，然后后面还有哇，这个是什么动物我也不知道。然后这边还有很多别的动物。那据说呢，这些都是住在水源里面的动物，它们原本是住在水里面的神明。那当人类要使用他们的水的时候，先要跟他们请求允许，那才能使用这些水。像上面这只眼镜蛇呢，它就是守护皇家水池的这只眼镜蛇。国王和王后在沐浴之前会先在我身后这个更衣室更衣之后呢，走下来这个水池，接着取水之后开始沐浴。那同时这个皇家水池也是塔雷珠女神每天举行沐浴仪式的地方。现在下午时间5点多。空气变得很糟糕，是满满的烧东西的味道，就是烧稻草、烧木头、烧各种东西，就很像我们西雅图夏天火烧山的味道，那味道很浓，空气品质蛮差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白天没有，但是到了下午这个时间，那个整个味道都来了。
哇，这边有妹子在 cosplay， 不知道在 cosplay 什么。走这个非常陡峭的寺庙，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狮身的狮头鹰身。给我拿个。不是那个，哇，超陡！太高了。但在这个塔上有非常多人就坐在上面休息，四周也很多餐厅和咖啡店。Excuse me， 两两吧。哦，真的很悠闲，尼泊尔人真的礼拜天啊，礼拜六，今天礼拜六，很悠闲的就坐在这边休息，用手机啊。或者干嘛的？看下面这个摩托车，跟台湾超像，一直有摩托车穿梭。好，那我等一下大概1个小时之后要到东北边的 Naga Kot， 它是一座小山。在 Naga Kot 上面可以直接眺望喜马拉雅山。好，今天晚上就会住在 Naga Kot 的一间旅馆。直接住 Naga Kot 的旅馆好处就是我可以直接设好闹钟，爬起来直接看喜马拉雅山的日出。那如果你是住在巴德冈或者是加德满都的话，就是要一大早参加旅行团打车上去 Naga Kot 健行，大概2到3个小时再下山。那这是我的排法，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排法。上来不难哦，下去有点尴尬啊。下去怎么下啊？我靠！哇，这个草这么陡，哇！我又要拍又要拍又要下，很可怕哎。哦。哇，这顾名思义的安全下装哎，顾名思义的安全下装。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去逛一下。哇，我觉得巴德冈真的是一个太赞的地方了。它所有的建筑物都照古法去修缮。它如果原本是砖头的，就用砖头；而且如果是塌掉的建筑物，它会用原本的砖头把它修复起来。它不会用水泥，也不会用各种新的建筑材料。以前是木头就用木头，以前是黑檀木就用黑檀木，以前是砖就用砖，以前是土就用土。所以大家在这边可以看到15世纪到17世纪当时原本的城市长什么样子，现在就长什么样子，真的是太赞了。那这边还有一个特点，因为印度跟这里真的很像，我没有去过印度，可是，在看过其他人去印度的影片里面都说街道很臭。可是呢，巴德冈和早上我去爬探尼泊尔的街道，它不会臭。它虽然也不是特别干净，可是比印度干净很多。重点是不会臭，也不会有地上那种很恶心的泥巴土或大便之类都没有。这边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下午开始会有那种烧东西的味道，不知道是烧木头、烧稻草、烧各种，烧各种东西，就是臭臭的，空气品质不是很好。哦，我猜现在这个时间 PM 2.5应该是蛮高的。好，那如果你很在意这个，可能就要把口罩戴起来。我是还好啦，毕竟不是每天洗。那这边还有超多的狗，很多狗是直接躺在地上睡觉，像我现在脚下就有一只，我脚下有一只狗狗。啊，它可能闻到小康体的味道。好，这边超级多野狗直接躺在地上爽爽的睡觉，睡一整天。可能他们也不用特别去找食物，因为可能附近的商家啊，或者是居民都会喂食它们，过得很爽的狗，好可爱的狗狗。我觉得这边这些店哦，要说观光
也算，但是要说它 local， 好像也蛮 local 的，这是介于观光和 local 之间，有点难界定。因为他卖的这些商品确实是尼泊尔人会买的东西。这应该茉莉。哇，这有很多木雕的小盒子，做的蛮好看的，是木雕店。这个小小的转经轮，哦，这边是专门卖库尔克军刀，各种军刀。库尔克是尼泊尔有名的雇佣兵，现在雇佣库尔克军人的有英国和新加坡。库尔克军人从10几岁就开始训练，那他们需要考试来进入职业军人训练学校。考库尔克就跟考台大一样，在尼泊尔只要进入库尔克，就是等于翻身，因为他们在英国和新加坡的薪水都非常非常高。Hardworking, because you see, because this is not a full tank one. This is for city use. The army using the same one like this. But something like this is the standard size. This is also the full tank. The full tank one is for hardworking. This is a I try. special steel. Can I try that? No, this is the carbon steel. It's Carbon steel. Yes. 哦，蛮重的。 And this is 现在手上这把就是库尔克弯刀，是每一个库尔克雇佣兵身上都会配的一把弯刀。那它这个刀型哦，设计的很适合砍劈，因为它像有一个突出点，适合砍树、砍劈各种用途。那他们也会拿来剃头、煮菜，所有需要用到刀这种工具的场景都可以使用库尔克军刀。哇，这真的很重，这算是冷兵器时代的一种经典刀型了。如果大家有看弹道大赛，已经知道这把刀是经典中的经典。库尔克军人有句话叫做 "It is better to die than to be a coward"， 宁死也不能当懦夫。好，这就是所有的库尔克军人奉行的一句话。它有点像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但是又不完全一样，因为瓦格纳集团。有点像是一个独立的组织，那也受雇于俄罗斯，但是库尔克军团就效忠他的雇佣者英格兰。当时的库尔克雇佣兵有随着英格兰军队，在非洲，在很多地方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战役。啊，这里又有唐卡了。这简直就是奇异博士的场景啊！哇！这个前面这栋还在住可是在台湾应该是危楼了。这看起来他度过了2015年的尼泊尔大地震，可是哇，照这个结构来看，可能也是摇摇欲坠。再一次地震可能就垮了。看这个墙面，它都已经这怎么形容啊？都已经弯掉了，有没有？它已经不是方方正正的结构了，它这个砖墙都已经裂开。然后横梁都已经斜掉了，但是很明显里面还有住人。Namaste， 里面还有住人，你看，这是他们还在晒衣服，还在使用这栋非常非常古老的房子。那希望这栋楼呢，里面的居民如果下次发生地震，可以平安的度过。那另外一个值得提的是，在巴德冈这边，因为他们的建筑物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会不由自主的一直抬头往上看，因为他们的横梁、他们的横梁、他们的立柱，所有的柱头、所有的梁上面都有很精细的雕刻，所以我都这样看，整条路都这样看，
然后再加上这边很多野狗，所以很容易不小心踩到大便，所以大家脚下还是要注意一下，我刚刚差点就踩到了大便。我刚经过这个小铺，觉得蛮酷的，他在做一个类似这个煎蛋的东西，可是又跟我们台湾的煎蛋不太一样，它叫做纽瓦利披萨。刚刚大叔徒手撒了很多香料在这个煎蛋上面，他会把它翻过来，把一个饼皮又很像我们的叫什么蛋饼。哦，他把这个蛋黄把它弄破之后拌均匀。我刚才点了这个纽瓦利披萨来了，然后现在来吃这个，哇，好烫哦！旁边他还撒这个辣椒，我先不要吃辣椒好了，吃一口。哇，被我弄得好丑，我靠！它是蛋，然后搭配这个不知道是什么的淀粉类的东西，可是它又不像我们的蛋饼是一片饼皮，它是会碎开的一种淀粉类的东西，不知道是 potato 还是，哇，被我弄得好恶心。然后里面撒了一些香料，辣辣的香料，可是辣椒粉之类的，还有葱。直接坐在路边这边吃灰尘，它还有一点银水的味道。如果不喜欢银水的，可能这一盘吃不完。好，我现在要来吃看这个辣椒。哇，这个冒着生命危险拍片。我靠，这个辣椒看起来真的很赞。补充微量元素的时刻又到了，然后要沾这个辣椒。哦，哇！我原本想象的味道像是我们葱油饼旁边不是都会加那些辣椒吗？但它其实跟我想象味道完全不一样。它是辣椒没错，然后没有到太辣，带一点酸味，我觉得吃到一点番茄的味道。然后刚因为前面那一口我把它挖坏了，其实它这个饼皮后面它煎的脆脆的是很好吃的。我觉得啦，如果大家有点知道，哇，纽瓦利披萨，如果大家有点知道的话，一定要沾这个辣椒。哇，这辣椒才是本体，真的跟他拼了！哇，超赞，这个辣椒超赞，好辣！好，刚才那个纽瓦利披萨呢，150块尼泊尔卢比，150块尼泊尔5卢比，算是蛮便宜的，但是它比我想象中的贵，因为中午我吃的那个水饺才90卢比，所以呢，我是不知道它是有算我比较贵，还是它就是这个价。但是它做一个纽瓦利披萨，它那个工序其实蛮复杂的，它一道一道工序这样做，而且像台湾拼的是翻桌率，它会用最快的时间做出一个蛋饼或者是葱油饼就卖了。可是它做一个刚才那个煎蛋哦，我猜至少要花7分钟以上，它就是在那边慢慢的翻面，慢慢的加东西，然后慢慢的打蛋，打完蛋之后还慢慢的把蛋剥开。它好像是不缺钱啊，就是我觉得也不是只有这家，像中午吃的那家某某，它也是慢慢煮，等了至少15分钟才拿到，啊，真的是很悠闲的在过生活，我觉得很棒。他们印度的事是摇头，然后我们是点头嘛。可是他们这个摇头有点难，我现在来摇头看看，怪怪的，好像不是这样哎，我不太会他们的事，哇，好难哦，我像吃了摇头啊，哇，这个简直是中风了，太难了，算了。